如何不写一行代码，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从零开发一个 AI 应用，并且还能按需要接入知识库、接入数据库、接入支付系统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尼99，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好几次如何搭建 AI 程序，但基本上都是使用开源程序或写代码调用 API。如果不会编程，自由度就会比较小，想独立开发一些功能或做出一些微调，基本上很难做到。最近我发现之前分享过的无代码开发平台 Zine 也推出了 AI 功能。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无代码开发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开发一个软件或者网站，往往需要程序员去一行一行写代码，把功能做出来。而使用 Zine 这类无代码平台就简单很多了。比如我想增加一个按钮，只需要在左边找到组件，然后拖动到可视化的编辑器上，选中这个按钮，在右侧就可以通过完全可视化的界面随便调整它的样式、内容，设置各种交互事件，调整动效。有了这些能力，再加上 AI 大模型的接入，我们想要自己做一个 AI 应用就非常简单了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要创建一个电脑高手的 AI， 每当我问他电脑问题时，他都会用非常不屑的答案回答我。我问他 Python， 他就会说一个脚本语言而已。我问他 Docker， 他就会说不就是个容器吗？这样我在网上和人讨论技术时，找他问答案，再用他的答案回复别人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，树立一个电脑高手的形象了。那么应该如何使用 Zine 开发这么一个 AI 呢？下边我会尽量简单的做一个演示。我们打开 Zine， 点击右上角的新建项目，创建一个空白项目。首先要去配置一下 AI， 在左上角找到 AI 按钮，打开它，选择右上角的创建，配置一个新的 AI 接口。从左上角开始，最上边是选择模型，基础版是 3.5 模型，高级版是 4.0， 并且可以上传图片。再往下是入参配置，可以用它创建参数，供后面使用。因为我这里是要创建一个聊天类型的 AI， 所以创建一个文本类型的入参就可以了。后边把它绑定到输入框上，就能实现文字输入。再往下需要配置任务信息，这块需要给 AI 一个角色设定，比如你需要它写文案，就可以说你是一个文案高手；用它辅助编程，就可以说你是一个编程专家。我这里需要让它假装电脑高手，就可以填写你要假装你是一个电脑高手，别人给你发电脑问题，你要用一句不屑的语气说出相关的内容或者梗。任务详情是指定 AI 要去完成什么任务，要让它生成文档，就可以写你要生成一个文档；要让它写代码，就可以写你要生成代码。点击后面的加号，可以把用户数据和刚刚的入参绑定到任务上，来更加精准的设定。比如我这里就可以填写你要根据入参的内容生成回答。任务限制可以给 AI 设定一个边界，比如你的回答不得高于200字，你只能 Markdown 的格式输出答案，你不能输出侮辱性词汇。我这里要做的是一个问答系统，所以我就简单的设置了不要让用户知道你是个 AI。配置完任务信息后，还可以给 AI 绑定知识库。这里知识库有3种，一是数据库，二是 API， 三是上传本地文档。绑定了知识库之后，每次提问 AI 都会先到知识库里边搜索关联的内容，进行整合后再输出答案。这样可以让 AI 的输出更加稳定，更加符合预期，比较适合做助手类、客服类 AI 的时候使用。比如我想做一个公司内部的客服，就可以把公司内部的文档上传上去，然后在下面选择一下刚刚的入参，把它绑定的知识库。做完这些，一个 AI 就配置好了。我们可以在右边进行调试和预览，看回答是否符合预期。比如我输入一个问题，问他 Python 是什么，他就会给到我答案。这个回答正是我想要的，说明我配置的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去编辑器里面绘制一个界面，把界面绑定到这个 AI， 我们的程序就制作完了。首先我们在左侧选择默认的这个界面，然后到右侧点击内容，新建一条页面数据，类型选择文本。回到左边，给页面添加组件，先拖进来一个输入框，一个按钮，一个文字组件。输入框用来输入问题，按钮用来发送，文字组件用来显示结果。给它们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摆放一下。点击选中这个按钮，在右侧找到内容，把按钮名改成发送。选择交互选项，给它新建一个交互行为。这个交互行为的作用是，点击这个按钮之后会发生什么。我们这里点击之后要做的是向 AI 提问，所以找到请求选项，选择 AI。首先要选择让它使用哪个 AI， 我这里就使用刚刚创建的电脑高手。下边还需要给它设置问题从哪里来，结果输出到哪里去。点击问题输入框后的加号，选择输入型组件，把它绑定到我们的输入框。输出结果赋值给我们刚刚创建的页面数据 data0。最后只需要再把这个 data0 绑定到文字组件上，我们的简单 AI 程序就能完成了。在编辑器中选中文字组件，页面右侧找到内容，点击输入框后的加号，选择页面内的数据，页面数据 data0。到此
我们这个简单 AI 程序就完成了。点击右上角预发布，测试一下它的功能。这个嚣张的感觉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一样，感觉可以和之前做的电脑小白打一架。当然，我上面做的这个程序比较简单，只是为了演示功能，实际上 Zine 是完全可以做出比较复杂的项目的。前端界面上，它内置有几十种常用的组件，每个组件都可以任意设置它们的内容，设置交互的效果，可以用可视化的界面配置数据库，支持的数据类型也比较多，有文本、数字、布尔值这些关系型数据库中常见的类型，也支持图片、视频、文件等二进制文件类型，可以接入第三方 API， 访问外部数据，支持精细化配置权限、支付模块等商业化刚需能力，并且还有很多现成的精致模板可以使用。如果你是学生或者老师，还能有5折的优惠。暑假放假没事儿干，不如做一个 AI 玩玩，说不定还能用它赚点外快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玄力99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